玛丽是奥地利最小的公主，也是远近闻名的美女。奥地利是个小国家，王后为了和法国打好关系，决定将玛丽嫁给法国的王子阿格斯特。玛丽抱着自己的宠物狗，挥泪告别母亲，踏上了这场未知的旅程。一路上，玛丽与随从说着笑着，时不时将阿格斯特的画像拿出来看一看。玛丽脸上那份天真与憧憬是少女所独有的，心里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与期待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玛丽在豪华的马车中醒来，此时抵达了法奥两国交界处。法国的长脸伯爵夫人前来迎接玛丽，长脸夫人面无表情地将一切奥地利的事物都挡在了公馆外，包括玛丽心爱的狗狗，也因为只是流着奥地利血统而不得不遣返回家，甚至连玛丽奥地利的衣服都需要脱下换上法国的华服。那一刻，14岁的玛丽心中的无助与恐慌滋生到了极点，她意识到嫁入法国皇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从此以后，他就真的无依无靠了。镜头来到法国皇室，王子阿格斯特正与朋友在林中漫不经心地玩闹着，国王则与大臣讨论着这位新来的孙媳妇胸部会是怎么样。玛丽一行的马车在国王面前停下，玛丽进退有度，对着国王行下跪礼。国王对这位美貌的孙媳妇十分满意。阿格斯特上前迎接自己的未婚妻，他站在高大的侍从中间，矮小的身材显得有些滑稽，再配上脸上不知所措的表情，像个小孩子。玛丽温柔地拥抱了阿格斯特，然后一起回到皇宫。宫殿前，所有王室成员站成两排，迎接这个新来的太子妃。进入王宫，玛丽发现这里远比她想象中要豪华许多，每一处陈设都透露着奢华的气息。玛丽新奇地看着面前的纸醉金迷，有些手足无措，然而还是强作镇定。很快，玛丽和阿格斯特举行了婚礼。婚礼上，玛丽穿上了一种在现在看起来十分奇怪的婚纱，然而在当时那是身份的象征。在众人的瞩目下，两个年轻人结为了夫妻。当晚，仆人将两人伺候上床，为他们盖上被子，床边人站得满满当当。神父祷告完毕，带领众人退下，王子还是一脸的呆萌状。第二天清晨，大臣向国王禀报，昨晚王子和太子妃什么都没有发生。王子还真是个傻叉呀！一旁为国王按摩的情妇杜巴里夫人轻蔑地笑了笑。此时玛丽从床上醒来，王子早已不在身边。一大群夫人拥了进来为她穿衣。为太子妃穿衣是一种荣耀，只有地位最高的夫人才能履行这项职责。在玛丽脱掉睡衣后，不断有地位更高的夫人进来为她穿衣。玛丽冻得瑟瑟发抖，可还是努力保持笑容。早餐又是在众人的瞩目中进行的。呆呆面瘫的王子，我真的是无语了。玛丽主动找王子说话，听说你有个爱好是配造钥匙，对吗？然而在仆人的注视下，丈夫回应十分冷淡。生性活泼开朗的玛丽有些不太适应这样的生活，接下来就是枯燥无味的祷告，这让玛丽无聊到了极点。她东张西望，看到一位年迈的夫人正在打瞌睡，立刻兴奋地让她身边的小姐妹去看看。两人正笑着，一旁的长脸夫人又严肃地制止了他们。晚上的聚会，贵族们围坐在桌边窃窃私语，聊着八卦，有些谈论着这个来自奥地利太子妃的美貌，有些则小声鄙视着缠在国王身上的情妇，说她没有教养，不配在皇室出现。王子还是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，默默地吃着东西。晚上回到寝宫，王子不知道去哪儿了，玛丽一个人睡在大床上。第二天，玛丽问国王，王子去哪儿了？国王说他打猎去了。在回去的路上，玛丽听到身后的侍女在窃窃私语，她看上去一点都不热情。又到了夜晚，玛丽决定主动出击，勾引王子，但王子说我累了。玛丽也很无奈，王子啊，难道你是无能吗？又是一天早晨，玛丽收到母亲的信，母亲催促她赶紧生下孩子，巩固这段婚姻，还压迫她主动与国王的情妇杜巴里夫人交好，以换得国王的宠爱。然而他们一向看不起曾经做过妓女的杜巴里夫人，只不过在巨大的压力下，玛丽不得不向杜巴里夫人主动打了招呼。这可把杜巴里夫人嘚瑟坏了，因为曾经的妓女身份导致她一直觉得王室里所有人都看不起她。虽然拥有国王的宠爱，然而她心里更想要有的是王室成员的尊敬。如今高贵美丽的太子妃主动给她打招呼，她觉得自己终于得到了王室的认可。王宫里的一切对于玛丽来说都是那么的无趣与沉闷，她就像笼中的金丝雀，每天晚上小心翼翼地想要讨好阿格斯特，然而每次都被阿格斯特以各种理由推脱过去。虽然早已适应了法国王室枯燥乏味的生活，每天早上习惯在众人面前更衣用餐，参加沉闷的晨祷，但一直没能怀孕的玛丽渐渐不能像最初那样无忧无虑了。王宫内也谣言四起，奥地利占领了法国盟国的土地，两国起了纷争。陪嫁大臣希望玛丽可以帮助奥地利解决这件事，然而玛丽却问道，自己究竟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奥地利人呢，还是法国王妃呢？大臣似乎被问懵了，随即回答道，都是。
在这种环境下，玛丽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她必须尽快的生下一个孩子。她找到又要出去打猎的阿格斯特，告诉他，如果他弟弟新娶的弟媳德普罗文斯伯爵先生下了孩子，那他会很丢脸。阿格斯特保证自己会尽力的。可是到了晚上，王子鼓起勇气，结果还是只剩下3个字：对不起。第二天，王子接受了国王派来医生的检查，并没有问题。然而，玛丽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一日，他正在吃早餐，长脸夫人难得失态地跑进来禀报，德普罗文斯伯爵生了。玛丽与阿格斯特急匆匆地赶去，看见伯爵幸福地抱着自己的孩子，玛丽笑着祝福他们。然而转身回到寝宫的路上，她心里难受极了。等回到自己的寝宫，她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苦楚，嚎啕大哭。那一次之后，玛丽似乎是想通了。既然无法好好履行自己作为联姻工具的职责，还不如好好享受。于是她开始不断的购买奢侈品，一整天都在买，什么华美的衣服、精致的鞋子、名贵的珠宝，应有尽有。即使她一辈子都穿不完，然而她还是压抑不住想买的欲望。除了买东西外，她还一直举办派对，香槟就如同清水一般倒下，纤纤玉指在赌博的筹码上轻轻拂过。精致的法式糕点不断端上又撤下，看到这里不得不说，挥金如土的生活是真的太爽了。只是仅仅在王宫那晚已经不能满足玛丽的心了。她与姐妹偷偷跑出去参加化妆舞会，在舞会上邂逅了年轻而英俊的将军。与沉迷打猎和照叟的阿格斯特不同，将军懂得如何讨女孩欢心，玛丽坠入了爱河。偷情也好，通奸也罢，玛丽终于摆脱了那个为权力而产子的形象工程，尝到了爱情的滋味。但从舞会回到王宫，就传来了国王去世的噩耗，于是阿格斯特加冕为路易16国王。可玛丽成为王后之后，花钱更加如流水。作为国王的阿格斯特觉得很愧对玛丽，便一直纵容着她的奢侈无度。这天，玛丽的哥哥从奥地利赶来，与阿格斯特聊了聊。他对阿格斯特说，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就像你沉迷的锁一样，每把锁都有配套的钥匙，没有钥匙锁打不开啊。阿格斯特仿佛开了窍，当晚回去就把正事给办了。很快玛丽就怀孕了，第一胎诞下了一个小公主。阿格斯特送了玛丽一座王宫作为奖励，这座王宫风景别致，像个农庄一般，还养了小羊，如同世外桃源。玛丽整日与姐妹们沉迷在王宫中，贵族们颇有微词。这时候玛丽已经失去了人心，阿格斯特要在玛丽的王宫中为战胜归来的将军们接风洗尘。玛丽再次遇见了之前化妆舞会上的那个将军，两人久别重逢，如胶似漆，给路易16扣了个绿帽子。王宫中的生活奢靡无度，宫外的百姓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国王收到消息，暴乱的群众已经攻占了巴士底监狱。这场华美的宴席终于要散去，法国王室腐朽的内核彻底暴露了出来，空虚的国库不支持他们继续打仗，贵族们纷纷逃往了更安全的地方。路易16认为自己是国王，坚持留在凡尔赛宫，玛丽也决定留下陪着自己的丈夫。他们还太天真，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。愤怒的群众攻入了王宫，他们无奈之下只好逃走。在马车上，玛丽最后一次回望那看了无数遍的凡尔赛宫前的喷泉。路易16好奇地问，这时候还有心情看风景吗？玛丽回道，我是在告别。电影在这里就结束了。历史上的路易16与玛丽王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。很多人说法国王室的没落是因为玛丽王后的挥霍无度，然而玛丽始终是那个坐在马车里看着外面风景的小女孩。一个王室的颓败从来不是一个女人能左右的，幸福快乐的味道依然齿颊留香，却已是昨日。凡尔赛的缠枝突金玫瑰浮华美丽，也只在凡尔赛的露水晨光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儿啦，小伙伴们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